大家好，今天呢，我已经在附近的一些村中小道田埂路上完成了我的健身骑行现在呢，我又转到了一处我好像没有怎么来过的居民区的大门前的绿地花园。这边呢，不但有荷花池还有凉亭、小桥流水还是把这个环境布置得相当不错。刚刚呢，我在左边村一个农田里面就看到了很多村民在劳作，在他们的自留地里面辛勤的耕耘。看着村民在田间辛勤的劳作，通过他们的田间管理，使得他们播种在田里的那些瓜果蔬菜的秧苗逐渐的成长。他们就是通过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劳动，在延续生命的过程当中呢，也在改善自己的营养，希望得到更健康的身体，进而呢，不仅能够支撑他们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同时呢，也能够享受更好的人生。人类呢，就是在这样成千上万年的生产劳动当中，逐渐的探索着自己身体的需要，并且呢，慢慢的学会管理自己的健康。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专家，也就是我们说的医务人员，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生命的奥秘、健康管理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技术。人类在很早以前就对自己的得到营养最重要的器官口腔，而其中担负着最大功能的牙齿呢，也在尝试着通过维护、治疗，让它能够用得长久，来支持我们变得越来越长的生命。无论是西方还是在中国，在古代的一些墓葬当中呢，都有出土那些古人保健牙齿的原始形态的牙刷，以及在一些保存完好的头颅骨的牙列上发现个别的牙齿得到治疗的痕迹。古人很早就在探索用各种各样的材料来充填可能因为龋坏、牙齿折断造成的缺失，从而恢复牙齿的形态和功能。根据最早的考古发现据说在7000年以前的古埃及出土的头颅骨的牙齿的牙根处发现人为的孔洞。根据分析呢，应该是为了解除牙槽脓肿特地引流打的孔，因为打得比较深，一直打到了牙根。那可以想象，一个发生了严重齿槽脓肿的牙齿，应该呢已经失去了牙齿的活力。古人都懂要把这些形成脓液的地方，通过穿刺排放脓液来解除牙齿周围组织形成的肿胀引起的疼痛。随着人类的进展，东西方各自都产生了自己的文明。在中国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其实呢是古代一代又一代的医务工作者通过不断的尝试，发现了很多有益于人体健康或者可以医治某种疾病的草药。同时呢，也有像华佗这样的古代的外科医生。正是通过人类在文明进化过程当中一代又一代智者的不懈努力，人类渐渐有了自己的医疗的体系。在西方文明的诞生地希腊，产生了很多一直延续至今的医疗的理念比方希波克拉底誓词已经成为了医疗行业、医疗界人士引经据典的行为准则。而同样在希腊，也第一次以文字的形式奠定了齿科学，也就是现代牙科的起源，并且呢，对一些牙齿预防保健和牙病的诊治有了最初的规范，并且在长达数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牙医学和医学各自向着自己明确的方向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两者之间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为毕竟不管是你的口腔部分还是你的身体躯干，它就是一个整体。但以人类的聪明文明的进化，逐渐将牙科和医科分成两个平起平坐、相互补充但又各自独立的学科，并非偶然。它不仅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人的生命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人类发展到现在，已经不仅仅需要在得病的时候获得病痛的解除，而在某种意义上，大家更加追求没有疾病的一种状态。人类更加追求健康的身体、丰富的生活、更好的享受人生。这个也是医疗发展到今天它的更大的意义所在。尤其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极大程度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在这个背景底下，19世纪开始，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新兴的美洲，都不约而同地诞生了新的牙医学院。我曾经在美国的巴尔的摩这座城市去访问过，据说是美国第一家的牙医学院——马里兰大学牙医学院。这家牙医学院是美国的牙医学院的鼻祖，也是当年完全独立于医学院的一座院校。这座学院诞生于1840年。我记得我还在这一块展示牙医学院历史的招牌之前留过影。虽然后来我知道，在美国其实早于巴尔的摩牙医学校，就是后来的马里兰大学牙医学院之前，还有一个牙医学校是在俄亥俄州某个城市设立的，大概早了20来年。但是呢，现在在美国，大家一般的共识就是马里兰大学牙医学院是作为美国的第一家牙医学院。没过多少年呢，在费城又有了美国第二间的牙医学院，并且一直到现在为止，它还是在招生，而它并不是我们认识的宾州大学的牙医学院。虽然宾州大学作为常青藤大学也非常有名，还有更多不仅对美国，也是对全世界的后来的牙医学院乃至整个牙科行业带来深远影响的学校。而中国的现代牙医学或者牙科医疗的发源是在四川的成都，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华西医科大学。当年呢，也是由国外的医生创办的一个牙医诊所慢慢演变而成，现在呢已经成为中国牙医的鼻祖。基本上中国现在几大院校当年的创始人基本上都可以见到华西早期学子的身影。我自己就读的牙医学院当年号称中国的几大牙医学院之一，我的老院长也是我们的老校长陈华教授，就是华西医科大学牙医学院的第一期的学生，后来成为推动中国牙科医疗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现代牙医虽然延续着上千年的探索，但是真正成为现代医学范畴并且形成比较固定的诊疗理念和模式的，也就是200来年的历史。即便是美国第一家的牙医学院在1840年成立，那到了1920年左右，中国的第一家正规的牙科医学院成立，也就是区80来年的时间。从以后牙医学、牙科医疗还将发展几百年、几千年这样的长度而论，中国的牙科医疗在某种程度上和西方应该也算同时起步、一起成长的新兴医疗行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牙科和世界的牙科医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事实上也是，如今世界流行的牙科诊疗，无论是理念还是方法，亦或是技术，或者是设备，基本是处于一个同步的阶段。如果非要说它的区别，可能就是它的普及程度，尤其是在民众心目当中对牙科医疗的认识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这也是我作为一名从业了几十年的牙医，即便是退休，也希望能够不遗余力地来做牙科医疗方面的宣讲，由此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牙科医疗为何物，到底对民众有什么好处，尤其是怎么能够知道通过自身的预防保健，进而呢能够让自己少得牙病，甚至不得牙病。这样呢，不仅能够消除民众对看牙医治牙病的恐惧，并且也能实实在在地减少他们在医疗上面的支出，而把更多宝贵的金钱用在改善自己的生活、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上去。这个就是因为我了解到这些牙科医疗的发展带给人类的不仅健康，还有文明程度提高极大的意义。正是出于这样的理解，我觉得每一位牙科医生，相信大家都会在诊疗的空余时间，像我一样的对自己的病人进行这方面的宣教分享，并且我希望医生们在繁忙的医疗工作之余，也可以走进学校、
走进社区，甚至走进企业，向更多的听众来分享健康的观念，让老百姓呢能够从中获益。刚刚呢，我就坐在这个凉亭下，跟大家分享了新的一期牙医说健齿时尚专栏。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的简单的讲述了解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牙科医疗保健在整个漫长的过程当中的发展，以及呢派生出牙科和医科两个对人类同样重要、相得益彰，但是呢又有区分的两个医疗的领域。希望大家呢能够有所收获，谢谢大家的观赏和聆听，我们下一期牙医说再见，拜拜。